美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周二过航台湾海峡，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对此，东部战区表示，已组织海空兵力全程抵近跟监警戒，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外交部则批评美国军舰此举是在台湾海峡炫耀实力、滋事挑衅。中方呼吁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寻衅滋事、越线玩火。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周二就美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11月23号，美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抵近跟监警戒。美方此举制造安全风险，破坏地区稳定，战区部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强调，中方密切关注并全程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美国军舰近来多次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台湾海峡炫耀实力、滋事挑衅，这不是对什么自由开放的承诺，而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蓄意干扰和破坏。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寻衅滋事、越线玩火，多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根据美国海军第7舰队发布的新闻稿，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于当地时间11月23号穿航台湾海峡。美军在新闻稿中声称，该舰穿航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据悉，这是美国军舰今年第11次穿航台湾海峡。美国呢，他在打很多牌，打经济牌、打金融牌、打西藏牌、打香港牌，几乎呢都没有效果。而他唯一有效果就是台湾牌，所以他开始呢就会拼命的就加码打台湾牌，然后美国就趁机呢又大卖武器。大卖武器呢，又让他呢赚到一个利益。就在上月15号，美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加拿大温尼伯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解放军东部战区回应时批评美加勾连挑衅，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外交部也要求美国改弦更张，纠正错误，同时警告加拿大不要为他人火中取栗，甘当帮凶。而在岛内，民进党当局加大以武谋独力度。台立法机构周二3读通过所谓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确定该预算上限为2400亿元新台币，约合551亿元人民币。预算包含的8项采购项目为岸置反舰导弹系统、野战防空系统、陆基防空系统、无人攻击载具系统、万箭导弹系统、雄升导弹系统、增程型雄2E地对地巡航导弹、海军高效能舰艇、海巡舰艇加装战时武器系统。很明显啊，这个岛内的军力的打造基本上是围绕着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这个目标去做的，尤其是针对着这个空军、海军这个领域。当然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呀，就是这些相关的一些方案啊。相当大程度上是对美的军事的一个采购，这一点呢就要围绕着美国的指挥棒去转，那就要看美国要把相关的哪个领域的什么样的武器卖给他。目前看起来，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台湾必须向美国购买这个相关的一些武器啊，来这个交互保护费的这个问题啊，还会继续下去。对此，有岛内网友痛斥自备狗粮帮美国看门。此外，国民党也质疑此次2400亿新台币特别预算全由台湾中科院委制，且是限制性招标，易生弊端。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士葆痛批，这可以让民进党当局上下其手。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表示，终于知道民进党为何整天卖芒果干、扣帽子，因为要弄得让民众都觉得台湾很危险，才有足够理由拿这么多经费去自行花用。试问民进党执政这几年花了多少钱在军购？大家都不记得政府花哪些钱从事教育、经济发展，只记得一直在军购。特别预算往往不受军监督。所以不受监督的中间呢，往往就被抬高价钱。你就算花了这些钱，你买的这个东西对台湾的安全是完全的只会有害而无利益的。但是更重要，台湾还有多少钱可以这样耗？
对于外界质疑，台当局防务部门主管邱国正周一解释称，台湾军购面临外事处境现实性、不确定性太多。邱国正还渲染台海紧张局势，称现在台海真的很严峻，台军虽未提升战备，但在一般战备中有加强戒备。台军、海空军与导弹部队几乎天天都在加强戒备。邱国正说，以前提升战备通常是偶发状况，提升3到5天就可摆平。现在同仁每天都在洞里面，他自己与参谋总长都经常在洞里面穿梭。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原因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而美方一些反华议员有意搞以台制华，大肆鼓吹所谓军事融资帮台湾。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称，解放军已经具备或即将取得初步武力收复台湾的能力。该报告还点出，台湾的防御投资几十年来长期不足，并建议台湾应加强向美国军购的能力。这引起岛内舆论的警觉。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林玉芳称，在法案里一定能看到美国军火商的影子，因为美国要拓展军火工业，也要拿台湾当筹码对抗大陆。纵观美国的涉台法案的这个整个的立法过程和其他的法案立法过程一样，还要经过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呢，这个要想达到一致的一个意见，尤其参众两院的一致的意见，最终通过呀，恐怕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尤其是目前看起来，这种通过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很大。到底怎么样呢？拭目以待。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他们重在炒作，而不是重在通过。除了怂恿台湾增加军购，鼓动民进党当局扩大所谓国际空间，也是美方的惯用伎俩。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当局以台湾名义设所谓代表处后，周日即遭中方调整两国外交关系为代办级。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一称，台湾当局在立陶宛设立所谓代表处，是台扩大其所谓国际空间有意义参与的重要一步，美方重申对立方的支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表示，美方的有关言论恰恰是不打自招，进一步证明立陶宛批准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是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是同台独分裂势力沆瀣一气。同时，我们也能由此清楚地看到，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恪守同中国建交时所做的庄严政治承诺，停止煽风点火、制造矛盾对立的把戏，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我们也告诫立陶宛，为某些大国火中取栗，最终只会引火烧身。针对台湾远东集团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大陆有关执法部门查处的相关情况，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一回应指出，我们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将继续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呼吁广大台商台企要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大陆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后的必然之举，但岛内政坛，尤其是绿营政治人物对此均避而不语。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以及在大陆公布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中的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堃，周二上午出席岛内智库举办的论坛。对于媒体现场喊话问远东集团受法事件，蔡英文只对媒体简单致意，并未回应，直接走进会场。而游锡堃则草草回应智库很棒了事。台经济部门负责人王美花周一则表示，远东集团确实被大陆认为环保、税务等有问题被处罚。他称，目前90%以上违规事项已改善，到年底前改善完毕。至于是否有办法通过两岸协商机制协助，王美花称会了解相关状况，看远东公司有无需要协助。不过，考虑到当前两岸制度性协商机制完全停摆，王美花这番表态难免有搪塞媒体之嫌。蓝营方面，新北市长侯友宜周二被问及此事时表示，面对很多议题，我们用最单纯的法律先去思考，然后面对相关议题。
台湾资深媒体人罗有志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岛内政治人物对此次台湾远东集团被大陆有关执法部门查处都尽量压低声调，主要是事件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认定清晰，没有可炒作的空间。另一方面，像王美花一类的民进党当局官员的表态，则更多是为显示存在感。他全部说的都是空话，我在想，应该他们会即将快要被倒戈了，所以他们每个人只能求表现，就告诉所有老百姓说他有在做事。新华社周一报道称，近期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5省市有关执法部门开展执法检查，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纤纺织、水泥企业在环保土地利用、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及消防、税务、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违法违规行为。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涉事企业采取罚款、追缴税款、限期整改等措施，并收回该企业闲置建设用地。远东集团涉事企业承认存在违法违规事实，已缴纳或正按程序缴纳罚款及税款，查处违法违规问题仍在进行中。而根据远东集团旗下的台湾远东新世纪公司周一发布的新闻稿表示，大陆执法部门业务及职能检查是在今年第2季度，与国台办近日公布的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一事并无直接关联。不过，外界并非无缘无故将台湾远东集团被查处与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挂钩。除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一回应事件时表示，台独顽固分子谋独言行恶劣，严重破坏两岸关系，严重危害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对他们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必须依法惩戒，给外界留下想象空间外，还因为远东集团本身就是岛内横跨蓝绿阵营的最大政治现金金主。据台媒报道，台湾远东集团掌舵人徐旭东目前担任远东新、亚泥、东联、裕民、远百、远传、宏远等上市公司董事长及远银副董事长，透过旗下公司及关系企业共约20家公司的名义，远东集团关系企业在2020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及民意代表选举中捐输蓝绿候选人约6000万元新台币，高居政治现金第1位，其中100万新台币的捐款就有38笔。有台媒比对发现，民进党有30名民代候选人接受远东集团捐款，而国民党部分却只有11人得到远东集团相关企业的赞助。值得一提的是，据台湾政治现金的数据显示，远东集团以200万新台币成为苏贞昌女儿民进党籍民代苏巧慧的最大金主，而位列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的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在2018年竞选新北市长时捐款达100万新台币的金主中，就包括远东集团旗下的亚东证券。现在在大陆的心目中，民进党相关的台独分子是不能给的。因为你徐旭东在我这边做水泥、做纺织，赚到了钱，结果拿回去你自己分配给台独。虽然你有分配给国民党，但是你10倍以上分配给台独，你这资金就是转向资助台独啊。所以在远东集团的这一次，我相信应该是一个杀鸡儆猴、小惩大戒。香港中评社的评论就认为，本月5号，国台办将苏贞昌、游锡堃和吴钊燮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与其关联的企业和金主也被示警。台湾远东集团被查处，说明大陆惩戒台独金主动真格，绝非口头警告而已。台湾新党周2也发布新闻稿指出，长期以来，许多台湾企业习惯2头押宝，在选举中同时会捐钱给蓝绿2大阵营的参选人，包括许多在大陆有做生意的企业也如此。在过往两岸关系融洽之际也就算了，可5年来，民进党执政之下，配合美国刻意挑起两岸对立氛围和台湾民众的反中意识。对大陆而言，部分台湾企业一边在大赚人民币享尽好处，一边回头捐钱给民进党，让民进党执政后动用公权力煽动反中，情何以堪？新党提醒，民进党常年宣传台独，忽视解决人民面对的高房价、低薪、高工时等问题，但事实上这些问题都不是台独之后就能自动解决的。台独不仅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还会让人民承受战争风险，甚至对苏贞昌等政治人物而言，如今也因为台独面临政治现金锐减的损失，害人害己，所谓何来？
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在大陆发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后，岛内相关政客竟然还气焰嚣张，表示大不了不去大陆和港澳地区，甚至像苏贞昌还声称自己感到光荣。但黎建南认为，他们只是嘴硬而已，因为大陆此次精确打击，最终将让这帮台独顽固分子发现自己被内伤。内伤怎么说呢？第一个叫血，台湾政治是一定要钱，要钱必须要有君主捐钱。所以断了你的钱的来路，就是断了你的血。然后呢，这些人跟你来往，他们也是要动员投票的啦。啊，你像一个远东企业有多少员工啊？这些动员去拉票是很可观的。所以这是一个脉络，所以这个脉络可能也是给你断掉。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一还强调，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将继续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在大陆赚钱、干吃饭砸锅的事。他续指，广大台商台企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另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认为，远东集团被处罚应只是个案，不会影响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意愿。林柏峰表示，市场在哪里就应该到哪里投资，投资应该以市场来评估。大陆的投资环境还是优于东南亚，但如果两岸关系改善，海基会、海协会能恢复制度性协商，对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保障与意愿都会提高。黎建南也表示，国台办发言人的表态说明大陆对台独顽固分子的认定和幕后金主的惩戒上，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只有清晰地说明惩戒的依据，并保障广大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才不会给民进党进一步炒作的空间。好的，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那么，自从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台湾当局骚动频频，制造海峡紧张气氛。那吴先生，您对此怎么来观察呢？台独、武统这些词儿本不该占据现阶段两岸关系的热搜，可是呢，台当局的倒行逆施却让这种复杂局面更加严峻。我们知道，台当局之所以敢抗陆仇陆，对岛内民众的一大安利，莫过于以武拒统和挟洋自重。每当这两块的任一个蒙不了人的时候，台当局就会刻意强调另一块来拼命打气。现在就是这个德行。当近期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一些积极变化时，发出了台湾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好，蔡当局就全力炫耀武力。最新的情况是，台军日前进驻南北所谓的决战海域联合操演，还要通过2400亿台币的海空战力提升预算。我仔细观察了，台军的动员力度不小，而且刻意突出演习的区域覆盖台湾海峡南北口，有强烈的针对性。但我想说，这种演习更像是表演给美国看，以一种我死给你看的亡命心理，妄图在中美关系中继续发挥破坏性催化剂的作用，继续把中美关系绑架在结构性竞争上。所谓一叶知秋，台湾无论军事还是经济，从72年起就无法定义整个中美关系，尤其随着中国实力上升，国际影响力传播，特别是中美利益高度交织，台湾牌在中美关系中的效率客观上是下降的。台湾瞄准大陆的军力建设，他们的目标已经从海峡阻断退化为持久抵抗，也就是一旦出现大陆攻台，就把台湾变成烽火之岛，为外部干涉争取时间。这种置2000万台胞于不顾的赌博政策，就是台湾近期军事示威和大肆军购的理论出发点。可是呢，大陆早就为此设置了保险杠。台湾军事学者就说过，台军早年发愁的是怎么抵消大陆解放军的数量优势，可现在呢，不仅大陆已在质和量双向碾压，更有作战思想上的降维打击。如果大陆真要动手，快很准是首要的。这追求对台军政基础设施的治盲治贪，粉碎其抵抗意志，不给外部干涉留出时间窗口。特别是解放军不断加强信息战、点穴战，能最短时间摧毁对方的指控节点。反观台军呢，现有的资电先导、遏制超限、
联合制空制海这样的作战想地，它仍是老一套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果因台独挑起烽烟，那一定是战线高度流动、地形高度复杂、兵力高度对抗的多维作战。可今天的台军是根本无法应付的。那我们还看到美方一方面承诺遵守一中，在台湾问题上谨慎从事，但另一方面又继续展开与台湾的官方往来。最新情况是，美国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将参加所谓美台经济对话。那对此您怎么来看呢？我个人的看法，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台经济工作表面是支持其从芯片到能源等等方面与大陆脱钩，但实质却是掏空台湾，是一种透支台湾的穷台策略。举个例子，上次美台对话至今，为顺应美国的印太战略，蔡当局积极与美国对表，包括要求台湾的中油增购250亿美元的美国天然气，开放进口美国莱猪，逼迫台积电到美国设厂，提交敏感数据等等。可大家知道，大陆作为台湾能源来源的巨大价值，像大陆是台湾第2大能源，也就是煤炭的2大供应地之一。台湾对大陆的石油依赖也很大，更不要说台积电对大陆的芯片出口。真的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这样的事实：10多年来，美国一直都在谋划巨大的战略骗局。从奥巴马的重返亚洲，再到特朗普、拜登炒作至今的印太战略，表面上美国冲在前面，声势很大，但更像是战场撤退前的火力逆袭，迷惑和裹挟所谓的盟友伙伴挡枪趟雷，对中国近身提防，自己却离岸制衡。这一方面，台当局只是小不然的棋子儿。今天，美国所有为台湾站台的举动，都是为了掏空台湾的资源，耗尽台湾的能量，在两岸制造矛盾。当两岸统一的时候，给大陆一个空壳台湾，让中国背上巨大的包袱。这也是美国在台湾政策上最狠毒也最具欺骗性的一手，需要两岸同胞都认真地关切到。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上海演播室的在线解读，谢谢。美日澳加德5国本周起在巴士海峡以东海域展开联合演习，模拟封锁所谓第一岛链，出动军舰34艘，其中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占了一半。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护卫舰也时隔20年首次到印太来演习，被批盲从美国的印太战略。此外，美英澳AUKUS同盟签署首个技术协议，被马来西亚政治家批评具有军国主义色彩。英国就急忙邀请东盟国家参加下月召开的G7外长会，试图灭火，但印尼和马来外长都表示不会买账，不会容许AUKUS搞散了东盟。美国第7舰队司令部官方网站周日发通告称，从当天起至下周2，美国海军与日本自卫队、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加拿大皇家海军和德国国防军海军在菲律宾海举行代号为 ANUX 2021的多边联合演习，科目包括海上通行、反潜作战、空中作战、海上补给、跨甲板飞行和海上封锁。美国海军第1航母打击群指挥官丹·马丁少将说，这一演习提供了一个战略协调、协作和进一步增强我们伙伴关系和联盟网络的机会，能够在需要的地方和时间快速投送力量。ANUX 的字面意思就是年度演习，由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导，始于1996年，旨在加强持久的关系，同时提高各层级的海军实力。它是一个很典型的日美双边军演、双边防务合作外溢到多边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日本来强化它与这个主要的军事的盟国，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以及印太盟国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一方面呢是保持和增大自己在地区的这种防务事务当中的这种话语权、主导权。另外一个呢，其实也有在安全这个领域，针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不断的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大，来这个进行一个制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德国20年来首次赴印太地区参加海军联演，派出的是巴伐利亚号护卫舰。该舰今年8月从德国威廉军港起航，前来亚太，一路参与了8场小规模演习。这次的 ANUX 是唯一例外。德国左翼党强烈反对这次任务，发表声明称，德军来印太纯属迎合美国战略，对德国和印太都毫无益处。
日本经济新闻也认为，德方此举非常罕见，但德国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坚称，要借巴伐利亚号护卫舰到印太地区的航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巴伐利亚号曾提出停靠上海港的请求，未获中方批准。外界注意到，本月初巴伐利亚号驶入东京港国际邮轮码头停靠，而非军港，显示德方有意低调处理事件。欧洲的很多大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欧盟整体，都有主动介入印太地区事务的这样一个倾向。德国准备在印太搞所谓的战略介入，当然，我觉得相比于美国，相比于其他的欧洲国家，德国的构想可能更倾向于说在安全、经济等领域，它有一个综合性的介入啊，它也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国家，至少在公开层面它不这么做。但是呢，同时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其实对于美国的战略还是有一定的响应和配合的。这次为期10天的演习中，5国共计出动军舰数量34艘，比上一次大增13艘。其中，日本出动17艘，包括15艘水面舰艇和2艘潜艇。日本海上自卫队第1护卫队群指挥官担任演习总指挥。今年7月完成第1阶段航母化改造，以便搭载 F-35B 的出云号准航母就来自海自第1护卫队群。但美国海军官方公布的演习画面显示，日方军舰的甲板上未停放任何战机。日方宣称，此次演习科目为高端战术演训活动，将提升参演各国海上力量的互操作水平。官方发布的照片显示，2019年演习时，日本海自军官就出现在美国米利乌斯号驱逐舰的战斗信息中心，这也是作战指挥的核心位置。而美国方面由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为核心，包括上普兰湖号导弹巡洋舰、斯托尔达克号驱逐舰以及拉帕汉诺克号补给舰。还有消息显示，美方极有可能出动了1艘潜艇参演。深圳卫视注意到，卡尔文森号航母是美海军去年大规模爆发新冠疫情之后首艘恢复执勤的航母。去年4月出港，8月带着 F-35C 隐身战机抵达日本横须贺军港，这也是 F-35C 首次完成海军部署。卡尔文森号近期任务频繁，10月还赴孟加拉湾参加印度主导的马拉巴尔2021演习。这次卡尔文森号带着 CVW-2 舰载机联队的全部9个中队参加演习，包括一支F-35C 战斗机中队以及最新部署上舰的 CVM-22B 鱼鹰运输机。这次演习涉及的海域十分广阔，从日本南部外海延伸至菲律宾海。结合演习科目，观察认为，5国演习的重点是阻止解放军前出所谓第1岛链，模拟拦截中国潜艇经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状况。深圳卫视还注意到，周日，也就是这次演习的第1天，解放军出动9架次军机进入巴士海峡北部空域，包括4架次歼11战机、2架次轰6轰炸机、2架次歼16战机和1架次空警500预警机。其中2架轰6轰炸机更绕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当时台军方出动战机升空应对，解放军飞行员喊话表明是在执行必要性任务。美国集结其盟友搅动地区局势的举动，以及近期美英澳组成的 AUKUS 遭到南海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直言， AUKUS 和潜艇项目有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英国卫报周一报道称，英国邀请东南亚国家参加下个月在利物浦举行的7国集团外长会，但此举可能加剧东南亚国家对 AUKUS 导致的核军备竞赛的担忧。该报援引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的话表示，印尼的态度是东南亚应该继续保持无核化。我们担心这会引发军备竞赛，将使更多国家寻求核潜艇。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则说， AUKUS 的代价与风险不成正比，没有人希望在这些水域展开全面对抗，也没人能承受相关后果。无论来自该地区内部还是外部的好战声明都没有帮助，只会引发潜在的悲剧。西沙姆丁还对 AUKUS 公开表达强烈反对，并警告称，不要让 AUKUS 导致东盟瓦解，这是目前东盟主要国家向 AUKUS 表达的最强烈抗议。G7 它现在也有一个自我膨胀或者说自我拓展的一个意识。这一次呢，英国作为这个 G7 的东道国，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就是说，要围绕着这个 G7 美英等国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合作、战略合作、战略介入的增强，要和东盟国家进行一个更密切的互动。如何在中美之间采取一个协调的立场，
这个东盟和美国、英国的态度是有区别的。这个其实还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G7它是不是以一种真正开放性的合作的姿态？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周一确认，总统拜登有意在2024年再次参选。刚满79岁的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这也就意味着2024年他将以82岁超纪录的高龄竞逐连任。当地时间周一，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空军1号上向媒体证实，拜登有意在2024年再次参选。事实上，拜登近期频繁释放连任信号。据多名与白宫保持密切联系的知情人士向美国国会山报披露，拜登对此事极其认真而严肃。另外，拜登近日在一场视频筹款活动上，也对一众民主党金主和政治盟友暗示，他将谋求连任。华盛顿邮报指出，拜登放出参与2024年大选口风时日已久，但选择此时官宣，或许是受了前2天出炉的体检报告的鼓舞。时隔2年，拜登进行例行身体检查后，白宫医生奥康纳出示报告称，总统仍然是一名健康、精力充沛的78岁男性，他能够成功地履行总统职责，包括作为政府首脑、国家元首和3军统帅的职责。然而，这份体检报告并未打消外界对拜登健康状况的疑虑。CNN 的报道就提出，此次体检并没有给拜登做认知测试，没有回答他是否患有失智症的问题。另一方面，报告也明确指出，拜登走路时确实比1年前明显更僵硬、更不流畅，并且在公开演讲活动中，清嗓子和咳嗽的频率和严重程度都在增加。再加上拜登经常口误不断、瞌睡连连、频繁不受控制的下跪，这都是他身体衰落的表现。This is one of those catch-your-breath moments where everyone watching saw the president lose his footing a couple of times going up the stairs there. I can't think of anyone better to lead this operation than Deanne Criswell. This conferen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etings in history. You have the chance to make decisions. 基于拜登的实际身体情况，不少外媒认为拜登要参加2024连任竞选是在虚张声势。英国独立报称，且不说拜登在参选之初就已表示自己只当一任总统，近期受国内经济形势以及阿富汗撤军等系列事件影响，他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就职以来最低点。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拜登应让位给其他候选人，支持他连任的仅占24%。显然，这样的民意基础根本不利于拜登的连任之旅。拜登和他的内阁表现不佳，共和党来势汹汹。特朗普更是多次暗示他也要加入2024年的大选，这自然引发了美国盟友的担忧。尽管拜登上任以来因阿富汗撤军、抛弃法国和澳英组建 AUKUS 小圈子，都让美国的国际信誉严重透支。不过，比起从政经验丰富、做事相对有计划性的拜登，美国盟友更害怕反复无常、频繁退群的特朗普卷土重来，再度执掌美国。华盛顿邮报周日就爆料，拜登和顾问近期一直在向盟友保证，他计划寻求连任，在国际上安定军心。I don't see anyone else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that could take on Donald Trump. I mean, if Trump ends up running again and getting the nomination in 2024, who else could go against him on the Democratic side? I still think Joe Biden,even with his unpopularity at the moment, would have a fighting chance against Trump. 但是呢，对于那些盟国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在听其言观其行。他们希望更看到的是拜登怎么样能够为修复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能够稳固美国以及美国西方的这个全球的体系的地位。恐怕他们希望看到的是更多拜登能够在外交上有一些实际的成绩而不是说空洞的承诺。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拜登的这个表态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之有限的。另一方面，拜登近半年来支持率一路走低，民主党内对2024年大选的布局也已出现嘈杂声音。有分析认为，拜登此时发声也有打压伺机上位的党内竞争者的意图。一名民主党的大金主透露，如果拜登明确表示只做一任总统，势必会让党内一些投机人士跃跃欲试。若民主党在党内初选阶段就陷入激烈争夺，势必会对政治资源造成巨大浪费。拜
登的最新动向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我们知道11月初，美国的地方州进行了这个选举，那么尤其是弗吉尼亚，这个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它的这个选举实际上显示出来，就是美国原来支持民主党的那一部分中下阶层、郊区的这些选民，他正在向民主党投下不信任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必须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挽救他民主党2022年乃至24年的选举。所以说，他也要通过这种宣布竞选的方式，来一定程度上转移国内视线，从而起到安抚民主党党内民心的这样一个作用。好，相关的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那么在拜登79岁生日来临时，白宫宣布总统将竞选连任，您怎么来看？那拜登有望连任吗？好问题。拜登呢担任总统职务还不到1年，就开始这个讨论连任与否，说明什么呢？说明呢，他的民主党已经为他在2024年是否再次参选的问题上产生分裂了。就像美国媒体所观察的，在这么早的时候呢，就谈总统要不要竞选连任，一是透露出拜登呢再次参选会输，二是透露出民主党对下届大选没有信心，谁参选可能都赢不了。那么换句话说呢，民主党现在公开的讨论拜登是否再次参选，就是一大政治败笔。不要说2024年的大选，明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可能都要输。好了，那么为什么民主党现在要讨论拜登是否连任的问题呢？一是拜登的健康已经引起民主党及美国人的担忧，他年事已高，刚做了一个手术，最重要的呢是他经常说胡话，给美国人的感觉是总统的头脑不清楚。于是呢，就有换总统的说法。有不少人呢，在他当选的时候就预言，拜登这一届总统呢，可能做不满，明年中期选举以后就可能交棒给哈里斯。为了压抑党内的非议妄议，白宫呢用拜登将再次参选来灭火，但效果呢恐怕适得其反，会加剧这种讨论的热度。那么至于说他在下届大选能不能获胜，现在呢就根本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是无法确认他到时会不会参选，二是无法确认民主党会不会推他参选，所以呢，现在谈他是否获胜为时过早。不过话说回来要是现在举行大选，那么他输的可能性就很大，他的民意支持率确实很低，那么和特朗普在同期是差不多的。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段时间以来，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黑海地区局势、北溪2号项目等展开激烈交锋。美国媒体和乌克兰情报官员近日又称，俄军10万大军将在天气转冷后进攻乌克兰。面对美乌方面的指责，俄罗斯方面予以坚决驳斥。据彭博社等美媒上周六报道，美国与欧洲盟友分享了情报，称俄罗斯军队疑似正在集结，准备入侵乌克兰。美国的评估指出，俄罗斯可能考虑在明年年初从克里米亚、俄罗斯边境以及白俄罗斯进入乌克兰，估计将出动100个营级战术群，也就是约10万士兵，并为潜在的长期占领做好准备。此前，乌克兰国防情报机构负责人伊洛布达诺夫准将对美国军事时报称，俄军计划发起的合成攻势可能包括空袭、炮兵火力突击和装甲突击，同时在乌克兰东部进行辅助空降行动，在敖德萨和马里乌普尔进行2期立体夺控，并通过邻国白俄罗斯进行小规模牵制攻击。对于美媒和乌克兰情报官员的指控，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上周日抨击称，这件歇斯底里的事情是美国在煽风点火。佩斯科夫说，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有针对性的宣传煽动活动，彭博社是假新闻投放渠道，这是在火上浇油，是再度企图将俄罗斯描绘成破坏解决进程的一方。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是伪装，目的是掩盖基辅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的进攻意图。除了佩斯科夫坚决驳斥以外，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准备全面冲突的说法是美国国务院一手制造的假新闻。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多次否认西方媒体关于俄向乌克兰边境调动军队的报道。俄总统普京此前将俄准备入侵乌克兰的说法称为危言耸听。
战争不会打起来的。现在这个阶段呢，是双方在打的是一个混合战，就其中包括很大的这种信息战。俄罗斯，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实际上，在我们看这个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呢，俄罗斯拿下这个克里米亚，同时呢，制造了这个乌克兰东部的这种局势。他现在手里的棋子还是很多的，他可以利用乌克兰东部的这个局势来做文章，所以不一定要把乌克兰拿下。